好，其實需要來關心到的是亞洲的大消息，因為亞洲股市呢暴漲是一飛衝天哦，現在全民都說要 all in 來想要炒股改變自己的命運，那股市過熱也都沒有再怕，難道四代同堂恐怕會輸掉家當，也要繼續的賭下去嘛？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。好，我們來趕快看到的是 AI 的熱潮之下，2026年真的是不得了了。從美國一直到亞洲多個國家的股市可以說是一飛衝天。我們已經做了一個比較詳盡的一個數字統計。首先看到的是美股費城半導體指數漲幅從今年來到了5月22號，漲幅高達了70%，5月14號直接來到了一個歷史的新高點12304點。南韓股市更是從年初到5月底哦，漲幅高達了80%。台北股市漲幅高達了42%，日經指數也是不得了，2026年以來漲幅大約是達到了21%。台日韓股市炒翻天，現在說全民瘋炒股啊，買車買房，還有人說要辭掉工作來一起做炒股。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3位來賓怎麼看了，就是大家有沒有賺到錢，一定都有，這個就不用舉圈叉。那還敢繼續的進場股市嗎？我們1、2、3。比一下，1、2、3，好，就大使是圈，我是圈，好，所以只有幹哥覺得不敢。那聶老師先幫我們說一下為什麼還可以 ？OK，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哈，其實這種經驗我們漲到這種歲數有好幾次了。其實大陸的陸股在2006、2007也發生過這樣的情況。如果大家這個文章還在，可以上網去搜尋，我以前寫過不少跟這個陸股基金漲的文章。那當然後來漲到了這個6124點，後來就往下跌。那個在這之前談太多次了，見官不是官，甚至股票裡面一堆的這個股民不懂金融市場的，一端的被人家告知，就說去買股票就會賺，去買股票就會賺，排隊還每天搶個號碼牌要去，你知道嗎？要買股票還買不到，你知道嗎？這就是當時的可怕的所謂的泡沫的前夕。可是你要知道，談這個東西是談了1年多之後才真正泡沫。後來一直到了隔年2007年4、5月的時候，那我有寫文章，所有的大師啊，李嘉誠啊、巴菲特全部說大陸一定要泡沫了，結果到10月才泡沫，又隔了半年。當然，我現在講的是說，半年你看長看短，假設真的半年後會泡沫，你敢不敢買？當然還是要買啊，表示半年後泡沫這4、5個月你還不是大賺嗎？我跟各位報告一下，因為我的分析啊，因為我們講擇時，這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時代。AI 的世界真的改變了我們全球的所有人未來的想象，也就是我們懂 AI 就有未来。講不好聽 ，AI 的確變了，這就是現在不同的時機。我們在教股票投資學，就是擇時和擇股，就這麼簡單。這個 timing 沒有問題，重點在你要不要做好擇股的動作。請問你還是去買傳產嗎？還去買房子？還去買其他的嗎？我沒有叫你不要買啊，我覺得行出狀元啊，我也不能喊這個喊動別的這個產業。但是只要你跟可能漲到趨勢的這個穩健的這個趨勢，我跟你講很重要，擇股。所以呢，剛剛問說這大家都賺到，我的確有賺到，跟各位報告一下。我在1、2月就非常清楚看到有一個神人叫 Elon Musk， 這個外星人就說了 SpaceX 去併 SAI， 請問低軌衛星會不會漲？當然漲啊。那前陣子漲到頂了以後，又開始慢緩了以後，各位去看一下低軌衛星，因為他又講到6月10號已經預期要 IPO 了，是不是又大漲？跟各位講都漲停嘛。這就是你要擇股，而不是亂買，這是一個重點。好，那麼我現在再分析一下一個時間的長短，短中長期總會泡沫的一天來到。不要，我不是說股市永遠真不可能。各位，我們台灣只漲40%幾，各位看到南韓是我們的2倍啊，更可怕，對不對？那他們是不是更要跌了？當然，有一種是資金行情，有可能報道一定會跌下，但是以 AI 的趨勢跟各位講 ，AI 的浪潮，我比照.com，1990、91開始有這個 image 之後。開始到93到97是最旺的那5年，到98開始很多的公司開始產生瓶頸，創投不敢亂投，到了2000年才開始真的呈現了泡沫。各位，請問一下，現在 AI 你覺得真的有泡沫嗎？有人說了，我覺得沒有。第一個，我覺得最少有3個原因。第一個原因，我覺得它還在持續創新，你不覺得嗎？還是在持續創新，而且它還在不斷的突破，它不是新東西出來，一樣的東西還不斷的向前行。各位跟你講一下，我們現在只怕說電力不夠了。現在連小孩子剛生，連我小孩子很小，每天都在用 Siri 亂問東西。那問的東西每一次回答都要有後面的算力，那就是電在後面支靠的算力。那這個東西你會發現還不夠，它還在創新，還在突破。還有一個不是所有，我覺得小孩子反而會用得多。很多像我們這種年紀，還有很多的
市民，我講地球人啊，還有其他不同的第三世界的小國的國家，很多人都還沒用上，他們還要搭上這些順風車，還要再用這些所謂的 demanding for 這個 future AI 是存在的，因此我覺得還會漲。但是當資金也丟了很多了啦，大家也看好一陣，大家要小心就對了。當然波段這個操作很重要，各位還是要擇時，現在時間不是還是要擇股，而且還是要做波段的，因為股市畢竟啊如潮汐一樣，流水一樣是短波的，不能夠還是要追蹤的這嚴謹一點比較重要。对，好，老師特別幫我們分析到說擇股很重要，還有就是做波段哦。因為現在已經在一個比較相對的高點。那另外一方面，我們剛剛說嘛，亞洲國家特別瘋炒股，所以呢就會有不同的名稱出來針對這些散戶。台灣呢叫做菜籃族，大陸叫做韭菜，日本叫渡邊太太，南韓叫螞蟻。螞蟻還有分哦，就是說它是量小，但是集結起來的話，這資金呢就非常的大。那螞蟻還分了西學螞蟻跟東學螞蟻。東學螞蟻的民眾呢，他們主要是買韓國股市；西學螞蟻呢，專攻美股跟加密貨幣。那來看一下台灣跟南韓是怎麼樣瘋炒股的。現在說4代同堂哦，貸是貸款的貸，就是他們押了房貸、車貸、信貸、信用卡貸款，全部拿去買股票。再來南韓更誇張了，上班族說下午3點半股市收盤的時候會集體衝到廁所去偷偷看盤。大學生呢現在說我要翻身哦，說用低利的學貸來一起瘋炒股。幹哥怎麼看？好，那我覺得是唱空的啦啊，我是絕對是看空的啊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以我的成長歷程的話，我不像聶老師這麼經驗豐富，你知道。那我說一句實在話，如果你已經動用到了房貸、車貸、信貸，再加上信用卡貸款，變成了4代同堂的話，你連根都沒有，你連你基本盤都沒有。這樣的人用這樣的方式炒股，當他有一天摔跤的時候，他會死無葬身之地。我話講得很重。對，他講的就是河南當時鬱金香的故事。你一定要量力而為。剛才老師講說擇股很重要，也就是說你必須要投入時間跟精神，而不是說，哎呀我不幹了，我把工作辭了，我不要看我慣老闆的臉，我回家去，我每天炒股，這樣就能活命。那是不可能的。為什麼你知道嗎？我來跟你講，發生在30多年前的故事。1989年的時候，台灣的股市大概只有大概4、5千點，然後呢，它突然一夜之間就開始往上衝了，衝到還不到年底的時候，上萬點了。上萬點的時候，大家全部都瘋了。我可以告訴各位，台灣在1988年那個時候啊，景氣正好，那時候是漢城奧運的時候。我還記得那時候，全部大家都覺得說，股市看好，大家都投到股市裡面去。那個榮景沒有半年，老實講的，半年之內，我跟你講，不要也沒有任何原因，大家是主力撤退了吧？半年之後，到1990年，突然有一天一覺醒來，很多大戶就幹嘛？就再也爬不起來了。為什麼？股市從1個月裡面，從12000點跌到2400點。這是我經歷過的實況。後面以後還有2008金融海嘯，改天再講給各位觀眾聽我的親身經歷。一夜之間跌掉這麼多，多少人家的身家性命就這樣玩完了。蘇姿豐最近講了一句話 ：AI 的浪潮現在才打到棒球比賽的第3局，離第9局還遠得很。問題是第3局打到第9局要多少時間？他可能3年5年都還沒有打到第9局啊，他可能3個月他就打到第9局了。端看 AI 什麼時候泡沫化 ，AI 會不會泡沫化？這個產業會不會泡沫化？這個問題，這個命題太大，不是用幾個專家學者就可以解釋的。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，身為投資人，你今天可以打空手道嗎？絕對不可能的，你一定要。台灣人有一句話啊，台灣人有一句話，要照起功來走啊，叫起鋼來行。如果你今天沒有，就是說我們不能把所有的東西放在一個籃子裡面。你可以去投資股票，但是你也要有存款，你也要保持一部分的什麼？一部分的對於你所信任的投資，而不是說全部都放在股票市場裡面，拿了房子去賭，那是最笨的，好不好？我一生之中。
完全就是說信賴的只有房地產，而事實證明，我今年60多歲了，投資房地產是成功的。好，那大使又怎麼看呢？我覺得就是說，你如果全民炒股的話，就好像全職炒股的話，我覺得這樣不要做。你如果正當職業，還做正當職業啦。而且你要去股票市場投資的話，第一個你要做功課，不要道聽途說；第二個呢，千萬不要借錢去做。對，我在股票市場真的也是，損失慘重啊。可是呢，我照樣屹立不摇。這次沒看到，因為我本業非常的好。因為我有本業，我不會去全職。第二個，我從來不借錢去做股票。對，所以現在搞了那麼多年来打平而已。有賺的時候，也有賠的時候。可是我從來不會動搖國本，不要把自己把自己的这個本給壞掉了。那股票都是這樣，這是有些時候是不可預測的。崩盤的時候，那你就知道有多慘。本人經歷過3次崩盤，不過目前都還屹立不搖。那我從來不借錢做股票。輸的話就等嘛，對不對？股票還是會回來的。然後呢，有的時候賺的話，也算蠻高興的。賠的時候不要懷憂喪志，這樣就好了。不要把一切都賭進去，那是太危險了。其實那個大使所講的就是說，當你在跌的時候，你要能夠承受得了。可是現在年輕的族群裡面，他去玩 ETF， 他去玩什麼？他績優股，他是一股腦就下去了。但是他們也要選時間要退場。我跟各位報，其實真正厲害的年輕人非常之多。我必須說明一下，各位现在還沒有到泡沫，但是什麼時候到泡沫？當我們的7、8家獨角獸有一家出現了投資的不合理投資，它已經不合理，出現狀況開始收手的時候，這可能就是泡沫的機會。